狄仁杰，外面有人找你，一个女的。明府，明府，明府，真是辛苦娘子了。一会到家久等。明府，那日未能唱完曲儿，明府便睡了。先将腾宫诗集奉上，待日后一一唱给明府听。唱什么啊？什么日后？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娘子有心了。狄仁杰，他到底谁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备马，是去锦腾宫。不许去！我去。腾公可曾觉得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呢？她额前的头发被剪短了。这是谁？是谁？不是我。我知道。明府，腾公，明日一早我会登门送行。马荣，不许出半点差池。怀云跟你说什么？哎，怀英啊，我是你大叔，你瞒着我？什么事儿你还瞒着我啊？怀英，怀英，你若再不出现，我就见不到我了。不会的，今日你一定能够见得到我。齐平呢，也一并带走吗？那部香之物带走有何用？临走前一把火烧了就好。那齐平是腾公与银莲夫人爱情的重演，烧了的，不是把腾公与银莲夫人的爱情也一并烧掉了吗？你这些话有些刺耳。我与亡妻的感情，天地可见。岂是一把火就能够烧掉的？别着急，容我将齐平恢复原样，全当是送作腾公的离别赠礼吧。
切掉了啊！走，这里面还有一场，这怎么回事？那杀妻图，便是由特殊颜料绘制，一遇热水便会显现。我将那特殊颜料刮去，原来的画面便会显露出来。那日，你将一碗热汤药泼于其上，便制造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杀妻图。那日我疯癫之症发作，举止失控，不记得了。当真是犯了疯癫之症吗？不然呢？难道你要说我是故意将汤药洒在漆瓶上？就是这个意思。你先让漆瓶变化，再外传鬼祟邪说，让疯癫之症发作，迷失心智，杀害银莲。藤公，这便是你的计划，杀害银莲夫人，得偿所愿。因疯癫之症杀人，大唐律令、民心、民意，便都站到了你这一边。银莲是李翰所害，这是你冥府断的案。我是说过，找到李翰，便会真相大白。我可没让你杀人灭口。若真是那李翰因报仇杀人，又何须大费周章让漆瓶变化？我为何要杀银莲？我曾问过你，这漆瓶是何人所做？无名画师而已，何必再问？非是画师无名，而是你不想告知我画师的名姓啊！图上画的可是银莲夫人。徐凯，你怎么来了？来，这里有点乱。没事，挺好的。屏风画好了啊，快好了。这是金榜题名。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这个是我们的故事。这屏风有名字吗？就叫四七屏吧。那七屏中的女子也是她，只是这男子可不是你，而是画师徐凯。照你这么说，与银莲厮守半生的该是这个徐凯，他人呢？你杀了他！七刀，银莲府身中也是七刀，巧合吗？不然，只是我一直也没有参透，直到我在青楼包房外的墙壁上发现了你用指甲刻下的7道划痕。你跟踪徐凯和银莲夫人私会，一共7次了，一次1刀。好好看看我的指甲，有什么抓痕？没有。指甲已经又长出来了。可那日我在为你诊脉之时，确实看见了指甲的磨损。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你说。你住口！没有证据就不要妄言。狄仁杰，你构陷我唐凯无妨，若要污蔑银莲与他人通奸，我定不饶你。我一直百思不得解，我不明白，一个男人如何能够忍受如此屈辱。直到我在银莲夫人的房中，发现了你的诗作。旧山虽在不关身，且向长安过暮春。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
属何人？你说你在为夫人修改诗作，旧山虽有不关身，且向长安见暮春。你把你的印记强加在了夫人的诗作上，企图占为己有。只可惜呀，你耗尽了心思，却越改越不如原作了。狄仁杰，你个明经科出身的末流读书人，也配评价我的诗作？狄某确实没有诗才，可也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有人曾对我说过，男情女爱不过是相聚时浓，相思时烈，离别生愁绪，痴情生猜疑，多情惹记恨。这些情愫，在滕公的诗中淋漓尽致，其媚然缠绵，比之女子还要入木三分。可现在想来，不是滕公心思比女子细腻，而是这些诗作本就是女人所写。若非如此，滕公怎么会明知道旧情人与银莲夫人私会，却还能强自忍耐？只因你比其他人都更需要银莲夫人的诗稿。徐凯，就叫四七品吧。这画的好像是个故事。是我们的故事。狄仁杰，你给我滚出去！还记得你说过，那马鞭自军中之后便再未用过。这马鞭是我当年所用，去之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算是纪念我数年戎马。那鞭梢上的新鲜血迹，又作何解释？敢把你的后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吧。指甲可以再长，鞭痕却是留下就留下了。你每日以马鞭自吃，想要降服心魔，可终究你还是忍不了了。你先杀徐凯，然后再假以疯癫之症杀害银莲。你说我的疯癫之症是装的？在你的书房之中，我们发现了比曼子。比曼子少量服用，可使人呈现疯癫症之状。为了杀害银莲，你不惜一连服用10余日，坐实了你的疯癫之症。我若真要杀妻，何须如此？一开始，你确实不想手染鲜血，所以你行贿私事，赎出了李翰。你的话越发不着边际了。我唐侃在蓬莱无人不识，若是去采石场赎人，那司事定能认出我来。你把司事叫来，我与他当面对质。我什么时候提过采石场？对呀，你怎么知道那李翰在采石场服役？此事不难推断。你把司事叫过来，我与他当面对质就好。不必对质了。去采石场赎人的确实不是你，而是赖二娘子，银莲夫人的阿姊。她为何要这么做？这事你应该问他，不该来问我。个中缘由你清清楚楚。银莲夫人每每以回府探望二娘子的名头外出，此事管家可以作证。夫人与二娘子一直有来往吗？这倒没有。听说姐妹二人从前积怨颇深呐，也是近段时间才再有来往的。
你若早知二人交恶，那么银莲夫人便是在撒谎了。你明知道赖二娘子深爱徐凯，而徐凯麻风病愈后又与银莲再续前缘，你利用了其恨心起，让他赎出李翰。若不是李翰这只拦路虎，你就成功了。他知道你杀了徐凯之后，必生杀妻之意，只能一次次的潜入府中，意图保护银莲。你知道他不敢报官，便顺理成章的利用他，成功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是个薄情寡义之人，自然想不到李翰因银莲而蒙冤入狱，却至死深爱银莲。这断发便是凭证。这样的一个人，万万不可能生出杀心。好一段爱恨纠葛的故事，感人肺腑啊！狄仁杰，你言之凿凿，是有将我治罪的证据了吗？我没有证据。李翰和徐凯皆已身亡。只凭着在你府中找到的笔蔓子，不足以给你定罪。狄明府，我诚恳在诗坛的盛名，岂是你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动摇分毫的？你如此构陷于我，现在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后果了。想你也曾是凭借真才实学叱咤诗坛，怎会沦落至此？接连3人因你丧命，你心何安？一派胡言！来人，给我进去看！啊！太！变成石头！石稿呢？我的石稿呢？在这儿呢。其他石稿了？我其他石稿了？在去往长安的路上，是我吩咐马融入得府来，将他们都替换了。这些诗稿都是银莲夫人的笔体，是你还未来得及誊抄之作。你每日假装悼念，将自己锁在夫人房中，其实是在翻找遗作。我治不了你的杀人之罪，可你用银莲的诗作金鸡夺魁、欺君之罪，你照样难逃一死。成公，我今日不抓你，你走吧。可是你要记着，今日之后，你的一切虚名就是个笑话。
我在蓬莱长事已久，多有违背律令的地方。狄仁杰打算怎么处置我？他说：“你输了，以后蓬莱县，你管得的，他来管；你管不得的，也由他来管。”这雨终于停了，可不是吗？红杉木做的。小时候在长安，有一户人家，千里迢迢从剑南道运了一棵，种在自家院子里，又高又绿，隔老远就能看到。天地入长夜，生死两茫茫。第一次做，要是不趁手，我再改。做得很好，不必改了。谢过民妇。王兄，怎么在这儿碰到啊？风雨太大了，这点风浪算什么？当年老子远征辽东，比小山沟的大浪都见过，你小子不会有诈吧？放心，这条好业我王立德跑了10几趟了，相信许的万年船。其他的兄弟呢？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行啊，我去瞧瞧。내가 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 말했잖아. 배가 아파서 그랬어.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 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그 도적들이네. 아니 알겠는데.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걸세. 아 버리자. 알겠어. 자,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 이걸 해결하시게.兄弟，醒醒！兄弟，王立德，
闹香烟，文笔大风势。意思是，我忘，这是孝敬刘中士。白凯，你们顾传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刘中使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咱得招呼好了。是。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的很嘛，拿一些毛皮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意思是说笑了，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你意思是啊？再者，我还听闻刘中使此次来意不善，咱把他伺候好了，以后大家才有钱赚，是不是？也是，也是。怀英，关师，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亭外一片落花，真是令人惆怅。那个时候我便在想，何时何月何年何地，才能与你重逢啊？我在这海域边地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瘦了。你怎么瘦了这么多？皇后当朝，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废除，我也不例外。不听。说刑部有人陪着刘中使来蓬莱，我当时就想，这要是你该多好，居然是我。本来想的，陪刘中使赴完晚宴再来找你，怎么在这里就碰到你了？我是来这儿堵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因为一个小案子，我传唤了他3日，他都避而不见。顾梦斌，这么巧，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顾船主到。白兄，你看那边。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你们几个先去收拾一下。快！下说，意思是。哎，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了？意思是，
今天晚上在刘忠实面前，绝对不能提黄金，尤其不能提百济金几个字。他们往帐篷里运什么呢？看不见呀。肯定是什么宝贝。小民冒昧得知，忠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愿忠使开怀一醉。听说顾传主心思缜密，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小民不敢。忠使。下官在市舶使，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不知刘忠使此次来，要采购点什么？那要看蓬莱有什么了。啊，都是些微薄之物，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下官请刘忠使先过目。我是个粗人，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一呢是听个曲儿，2是黄金。忠使说笑了，蓬莱不产此物。但是歌妓顾传主已经为您准备好，就在外面，就在外面。顾传主啊，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希望忠使晓纳。等等，什么人啊？不长眼啊！狄明府不认得。小的有眼无珠，请明府恕罪。明府，之前就是这个叫白凯的衙人，我找顾传主，他从中百般阻挠。哎，一定是误会，小的怎敢？都站好了啊！别急了，别急了。常天子，狄明府，并刘忠使，蓬莱县令狄仁杰求见。这是市舶使给刘忠使的接风宴，让他来作何？听说这狄仁杰和侯府郎是旧相识啊。回忠使，在下与狄仁杰确实有同窗之谊。我还听说，连皇后都对他颇为赏识啊。是，不过在下看来，他生性好动，在京城赠贤不闻暗读，奉皇后之命，在蓬莱施展权巧。请狄明府。是。有请狄明府。慢点跑。下官狄仁杰见过刘忠使。侯府郎，意思是？市舶使是五品官，比7品县令高啊。
坐。听说狄明府生性好动，这黑夜前来，不是为了蹭口酒吧？刘中使自京城来，下官有事远迎，以示失礼。不要说这些客套话，我是个粗人，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我倒是好奇了。哎，没见过县令断案，如果你有公事，就在这里办，让本官看看。下官从命。刘中使，咱们还是先听个曲儿吧。霁月入。有劳曹娘子。此画中人叫王内德，据说是顾传主手下的一个衙人，负责转运海外货物。狄明府，我早就跟你派来的人说过，我手下没这个衙人。哎，娘子，给刘中使弹一曲。娘子怀里这面鼓倒是很特别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下乔泰，请问娘子怎么称呼啊？我叫玉素。听口音， 저는 백제국 사람이에요. 哦，差爷莫管闲事。我跟玉素娘子说话，与你何干？不巧，今晚这里的歌妓我们全包了。有钱了不起啊！我干！你跟班的了不起啊！你给我等着！数日前，衙门公差接到举报，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经查，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原定上月返回，却迟迟未归。于是，本官便差人去找顾传主核实。拖欠租金，区区几个小钱，哎，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中使所言极是，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是墨刀。夫有形之事未必能进取，进取之事未必能有形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也？而陈平定汉燕，苏秦既若燕。你说的那些君子，有几个能有这样的本事？是啊，臣弟说不过殿下。是啊，你只是说不过我。老四，你刚刚跟我说你累，你知不知道，父皇一天只能睡上2个半时辰，1年12个月，除了过年和他的生日才能歇上2天。这几年，我帮他分担了一些事，他一天也只能再多睡半个时辰。父皇不累，我不累。你刚刚跟我说，用人要首重德行。那我问问你，一个人有没有本事，就让他做做事，就能看出
可人心难测，是忠是奸，谁能分得清？难道说，你真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是黑不成？正宫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天下的官员千千万万，你去翻一翻17史，3代以来，有哪一朝哪一代，是真的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虽如此，我们也只能勉力去做。你累，和父皇比起来，哪怕和我比起来，你也配说累？不过是不许你退一门亲事，不过是挨了一顿打。你瞧瞧你的德行，像是被人打断了脊梁骨。你就这点出息，啊？我就不跟你废话了。2条路，要么你就在江南高于之地做一个逍遥的王爷，从此与徐家的婚事就此作罢。不过，你再也不要来南京了。大哥，要留下来，做我的得力臂助，做一个为大明戍守边疆的塞王。不过在这之前，你要先娶了徐家的女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吧。制曰：有制。制曰：今册魏国公徐达长女妙云为燕王妃，命卿等持节行礼。拜。跪，拜，拜，拜，兴，有志，俯伏。跪，宣策。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闻自古帝王甚简淑德，以乡内政，兹尔徐氏，乃魏国公徐达之女也。孝敬性诚，淑仪素著。今以册宝，立尔为燕王妃。其上宏姿孝养，克赞恭勤，冒本之义业之修，左宗庙为心之祀。亲哉！受册。臣女徐妙云，谢陛下隆恩。拜。兴，礼成。
客官，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哎，永嘉侯，哎，来，这胡相，冯大哥和弟兄们让老朱过来，就问你一句话：你让咱兄弟们做的那些事儿，请罪也好，退田也好，弟兄们都做了。可你答应冯大哥和我们兄弟的事儿，啥时候才能兑现啊？那件事情还是要稍安勿躁啊。说。胡相，就算从耿大哥、傅大哥从北边回来的日子算起，都几个月了啊！弟兄们可是听了你的劝才向陛下低的头，你可不能。永嘉侯，本相要是不提醒你们，你们敢向陛下不低头吗？我，哎，好，快落座，落座说。那可不一定啊。北边还有个王宝宝，南边、西边，陛下用得着我们兄弟的地方还多着呢。哎，胡相，永嘉侯，就凭你刚才这句话，涂大人就可以奏你一个挟公自傲、藐视朝纲之法。你少给我砸黑砖啊！老朱和弟兄们的爵位都是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陛下要是打仗，离不开我们这帮老弟兄。永嘉侯，本相愿意跟你打一个赌，不出1年，陛下就会让3王就藩接掌军务。哎，永嘉侯，快落座，快落座。陛下现在就想让皇子们接掌军务，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有什么如何是好啊？你回去以后，给宋国公和那些王侯带句话，一切事情稍安勿躁，陛下让你们怎么做，各位就怎么做。不出1年，本相答应过你们的事情，自然会兑现。胡相，您说这永嘉侯和宋国公他们会不会？你是担心他们怕了陛下，从今以后，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是吗？可毕竟皇上已经对他们不是网开一面了吗？网开一面？你觉得那面铁榜上有初犯免罪4个字，陛下对他们就会是高高的抬起，轻轻的放下？这，涂大人呐，你醒醒吧！陛下为什么贴出了一张铁榜？那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初犯免罪，可2犯、3犯，便要免官、削爵、流放、杀头。陛下这是在告诉天下的人，那些王公的免死铁券废了，这，不管用了。胡相。陛下其人呐，严刚有足，宽仁不够啊！你指望这样的皇上念你昔日的功劳恩情，那就是与虎谋皮。你以为朱亮祖是到我府上叫账的吗？是冯生让他来的。
是让他试探我，还愿不愿意留在他们这条船上。朱亮祖只是一介武夫，但冯胜、傅有德他们是一群难得的聪明人，他们知道，陛下暂时没有对他们动手，但是会对他们一直不会动手吗？所以他们要更加的抱团，让船上所有的人都不能下船，还要拉更多的人上船。唯有如此，陛下才能投鼠忌器，他们才能苟慢一时啊。既然大人想得这么明白，那当初为何还要趟这趟浑水？冯胜他们要自跑，本相何尝不想自保啊？你们几个动作麻利点。好，小心点，来一块，把它摆齐了。走，慢点，用力。方能小心点。慢慢，好，轻点放啊。把那边也弄一下。愣着干什么呀？进来呀。小心点，慢点。再往那边。山水相依，共度朝夕；树木相依，同享行同路和亲之礼。你我相聚，互赠醉意，天地生趣，惺惺相惜。红颜故里，不羡鸳鸯甜蜜。明月独倾，不惧离愁寒意。孤军遨逸，不愿终生叛离。知己难遇，孑然笑拥可期。昨夕落日留余晖，陪伴今朝也不美。你我同饮一江水，在每一个山顶相会。来日艳阳当回，复位拜你我必不醉不兴归，在每一处风景拜陶醉。兴平身至位参拜舅姑跪拜兴拜每一处风景兴拜兴敬早立平平安安早立贵子。四哥在哪儿？我要找四哥。看好他，四哥，再乱跑，给我绑起来！皇上驾到！父皇，父皇，父皇，怎么来了？你呢？你不好好在东宫待着，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儿臣，父皇，老四是儿子带大的。他小的时候就跟老十儿现在一样，总缠着儿子。他每次来找我，从来不等通报完毕，就自个儿闯进来了。都12年了，不管是在吴王府，还是在宫里头，我们两兄弟总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可如今，儿臣再想见他，就没那么容易了。
儿子们都长大了，能帮着朕做事情了。可一个一个的也要离开朕了。父皇，老大，朕跟你说过的，咱们家原来定的是金户，年年给衙门交金子。可金子就是再多也有采完的那一天，可衙门不管这个，到了日子就上门追讨。咱们家没办法，只能从老家逃了出来，到外地给田主家开荒，辛苦几年，刚把一块地伺候熟了，寻思着能过几天好日子了吧？田主就要加租子，1年加2年加，年年都加，直到加的把咱们家待不下去了，就接着逃荒，就接着给人家开荒地，然后就是再加租子，然后就是再逃荒。你爷爷你奶奶忙碌了一辈子，死的时候咱们家连口棺材都拿不出来。我和你伯伯到那个刘财主家门前跪了整整1夜，求他能赏一块，就能赏这么大一块地方吧？啊，怎么也得让你爷爷你奶奶有个安身的地方。可就这么点地他都不肯。你徐叔叔说得好，粮食田土，老百姓的命。老百姓没有自己的田，那就是跟咱们家当初一样，给大户人家当佃户，辛苦劳累1年，吃不上几顿饱饭，死了连块埋骨头的地也买不起。占了1户的地，就是害了1家的命。朕去过历代的地方庙，从祖龙到你老子，你数数看吧，啊，开国的皇帝换了多少？为什么要改朝换代？不就是因为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吗？朕不想为难自己的老弟兄，可朕更不敢为难天下的老百姓，所以啊，朕就是再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们，也得把他们丢出去，让他们看看民间的疾苦，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守业不易，守成忧难。将来好帮着你守好这大明的江山。父皇，再过个把时辰，老四那小子就要入洞房了吧？他做的那些事儿，我看这洞房没那么好圆。哼。王妃，这枕头被子是什么意思啊？请殿下用寝。
地上。王妃，今天可是我们的大喜日子，你难道不向本王行中宫之礼吗？今日是燕王与燕王妃的大喜之日，却不是殿下和臣妾的结发之日。什么意思？殿下真的想娶臣妾吗？殿下若真的想娶臣妾，那当日就不会逃婚，之后更不会登府拒婚。殿下娶臣妾，不过是因为殿下是大明的皇子亲王，必须迎娶陛下为殿下选定的王妃。殿下自己又何尝曾把臣妾当成过自己的妻子呢？所以你才让我睡地上。既然殿下根本就没有把臣妾当成自己的妻子，那臣妾自然也不必把殿下当成自己的丈夫。等殿下何时把臣妾当成自己真正的妻子时，那时臣妾自会侍奉正妻。要是我不答应，那臣妾便只能怪自己看错了人了。殿下若是要用强，那臣妾也毫无办法。毕竟这里不是玄武湖的中军大帐，打不了殿下40大棍。放心吧，殿下。臣妾当时并没有看到殿下在军棍下威武不屈的样子，只不过臣妾当时听说殿下在喊要北征，不娶女诸生。说起来，臣妾刚刚还跟殿下少算了这一笔账。对，军棍，没错，我承认，我是逃了婚，没错。可大将军，啊不，岳丈大人，也打了我40军棍，这事儿算扯平了。殿下是欺臣妾无知吗？臣妾没记错的话，殿下挨那40军棍是打的冒名投军之罪吧？殿下，您是皇子，是亲王，便是这么敢做不敢当吗？殿下，还有一事要劳烦您。你说，请殿下帮臣妾摘掉我这头上的凤冠。
殿下，该去朝见父皇母后了。请殿下更衣。来人啊！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北元虎视，寄于朔方。北平天下所悦，兵家必争之地也。今令魏国公徐达出镇北平，择日启程。令秦、晋、燕三王赴凤阳演武，以备就藩。凤阳龙兴之地，今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朕之痛甚。令御史中丞屠杰赴凤阳，主持勋贵清退田产之事，以正视听，亲哉！陈留基有本启奏。说。启禀陛下，臣缠绵病榻，久不理事，不能替陛下分忧，此乃臣之不孝。兰台为国之要津，不能空悬日久，故臣请辞御史中丞一职，告老还乡，望陛下准允。朕当年倾力招揽的4位浙东夫子，叶琛先生走得最早，张毅先生洪武2年去世，宋濂先生头几年就养老归乡了。如今，刘夫子也要走了。父皇，老大在。你和老四替朕跑一趟诚义伯府，告诉刘夫子，你就说朕谢谢他。儿臣领旨。太子殿下，哎，请。请。好。太子殿下，我知府里面日日煎药，满是妖气，怕不恭敬，我们就在这里说话吧。好。太子殿下阎王殿下，请。请。先生归乡后，还请安心容养，总有起复之日的。太子殿下，恐怕陛下让你带来的话不是这一句。先生还真知父皇肺腑吧？父皇要孤转告先生，
他说：“谢谢先生了。”臣与陛下相知20年，臣感恩陛下。太子殿下，请坐。燕王殿下。下面的话是老臣要跟太子殿下说的。先生请讲。陛下以为国之根本是民，臣不敢妄议。然司马氏善待读书人，衣冠南渡之后，才得以存半壁江山。赵宋养士100年，靖康之难之后，国脉才得以延续。所以臣以为，士大夫、读书人，这才是国之根本呐。多谢夫子提点，孤一定谨记。鸟在说什么呢？阿弥陀佛，天下太平。好啊。夫子说，中书省是一口棺材。那如今您辞去了这个御史中丞，那御史台不也成了一口棺材了吗？刚才的话，听见了。夫子，刚才那位太子殿下，那可比小燕王老道的太多了。当今皇帝后继有人呐。老四，刚刚刘先生说的那些话，你都听懂了吗？刘先生说：“多谢父皇。”还有，父皇也说多谢先生。父皇谢先生什么？那先生又谢父皇什么？父皇谢先生20多年来的辅佐，先生谢父皇让他荣归故里。先生那里算你说对了，父皇那里，你只对了一半。一半？父皇谢先生是20多年的君臣相知，先生看出来了，父皇对胡惟庸不放心，这才请辞。父皇对胡惟庸不放心，那为何要把中书和御史台都交给他？中书掌日常政务，兰台主纠合百官，中书省、御史台从来都是对头。父皇若是对胡惟庸放心，你想想看，又怎么会把这2个地方都交到他手里？父皇想知道胡惟庸是个什么心肝？正是如此，所以父皇才拔擢了屠杰为御史中丞，还让他去主持清退田亩一事。可御史中丞向来都是2人，若先生还在御史台，不管是屠杰还是胡惟庸，都会有几分忌惮。所以先生才在这个时候提出请辞。父皇他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准先生请辞。这么说话，累不累？是累，老四。你要记住，所谓察其言，观其行，察其言可比观其行难上太多。有时候他想告诉你的，恰恰是他没有说出口；有时候他跟你说的，恰恰是他希望你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太累了，大哥，
父皇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那以后你，我还用以后吗？现在就是如此啊。哎呀，还好我不用当皇帝，要不然以后光猜这些就得累死个人。臭小子，这种话也能随便说？嘿嘿，好，不说不说。对了，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跟你说，开春了，过上几天随姑出城，踏青去。踏青？嗯。周允文，你怎么这么调皮啊？大哥，哎，四叔，我想骑马。四叔，啊，允文，想骑马？好啊，你爷爷是个马上天子，你爹以后也是个马上皇帝，你呢，要当一个能文能武的好皇帝。雄鹰还不谢过四叔，谢谢四叔。乖。怎么，允文，你也想骑马？嗯。好啊，允文，想骑马跟四叔走，四叔带你骑马。好。走，别老整天读书，以后啊，又要骑马又得读书，长大了好好辅佐你大哥。嗯。殿下，殿下，允文身子骨太弱了，并且他生性喜静，这……你就让他随四弟去吧。有时候不光只是读书，熟悉一下兵士马术也是好的，啊。嗯。带他溜一圈，把背挺起来。老四，干嘛呢？磨磨唧唧的，比比啊！教秀英骑马呢。走啊，老四，有日子没和你较量了。行啊，走啊，走。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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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这老四也是一时心急，我们派人过去找到田主，陪他不就完了吗？你懂什么？争强好胜，马大青苗，这是小事吗？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回宫。